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么老师现在来中国哈，这礼拜还是没有回去哈，大家请多关照一下啊，都不好意思哈。那个如果是不是有点卡，跟老师讲一下哈。那个应该是可能会有点卡吧，这个毕竟在中国嘛，我能够直播我已经觉得我很厉害了，好不好？来个包容一下哈。好，那这个下礼拜我们老师明天就回台湾了哈，那个基本上下礼拜我们会在台湾开始直播啊，那个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那首先不多说哦，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各位说一下哈，那个下周三的时候我们会开放我们的报名啊，那个时候中元节的报名那个时候我们来开始去做。那其他事情啊，我们再宣布好吧？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节目，不然我今天讲不完啊。首先我们开始哈，我们看到在这个礼拜啊，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发生，尤其是美伊冲突之间呢，我们看到它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状况。尤其是美国跟伊朗打起仗来，已经开始不遮遮掩掩了，它直接进入到一个比较实在性的一个震荡。而这个东西啊，其实有一个我们需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啊，其实比上个月的时候还来得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一些多变化。怎么说是多变呢？我们首先要去知道啊，现在我们讲到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像中国主席习近平啊，他去参加了世界 AI 大会。参加世界 AI 大会啊，这件事情啊，其实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去看了。其实各位千万不要这么想，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啊，他去出席这种 AI 大会这件事情啊，本身就是非常少见的，而且他是联合国五常，又是世界最强权之一了。那么他这次出现这个 AI 大会啊，其实就是这个很强的一个宣示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说，代表中国你已经要开始掌握世界 AI 的霸权的地位了。与其说霸权啊，其实这样讲应该不太对。那中国本身它没有想要得到霸权，应该是说我可以取得这方面的话语权了。按照中国过去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将来习近平他讲的是什么呢？希望 AI 能够通过全球管理，也就是说呢，他希望能够通过开源啊来代替封闭。那封闭讲的是谁呢？封闭讲的事情是很简单，当然指的是美国这个他们的 AI 的一个模式，包含了现在 Anthropic 跟这个 OpenAI 还有那个马斯克的 Group，现在都加入到了这个战场上去使用。所以说，美国现在打仗啊，其实是打一个很重要的仗，它不只是打了所谓的军火战，也不是打了所谓的一个领土战或是你的信仰之战啊，这个东西啊，其实都是其次的。那美国现在打的仗叫做什么？叫做战场实验，也就是在战场上啊去实践，是说它的 AI 到底能够精密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我们在两伊战，我们等一下讲到美伊战争的时候，我们会谈这件事情。所以说啊，我们从中国现在开始要去进入到 AI 的世界大会里面，他说我现在要去做这个倡议了。那么想当然，中国做什么倡议，在国际的这个大会上面呢、其他国家是必须要赞成反对的态度了。也就是说，中国你说是要开放，然后大家共同管理，让整个把整个这个 AI 开源区，让更多人去使用。那么在另外一个部分呢，就一定会产生说，你既然说要开放，那么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进行了封闭。所以在整个层面上来讲啊，其实现在进入到一个什么？中国它现在抬起头来。那抬起头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这个前两天中国的一个月之暗面啊，各位不知道月之暗面这家公司啊，它推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就是 Kimi 3啊，KIMI 3。这个 Kimi 3厉害啊，很厉害。那之前中国的一个 DeepSeek 跟它的千问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优秀了啊，老师也非常仰赖着这些的一个模型。但是你看到 Kimi 3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模型。它模型强大到什么地步呢？它已经可以接近于到这个 Anthropic，也就是 Cloud 里面叫做 Fable5 的这个强大的推理模型。因为它这个模型啊，之前它属于这个 Mesos 里面，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分析到什么？把你的防火墙都给攻破了啊，取得一些机密的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 AI 推理逻辑。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已经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会让大部分的人感到害怕。所以说，在周五的时候啊，那个美股就进行了暴跌。为什么？因为发现了这个所谓的 AI 的壁垒在中国已经不起效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这个月之暗面的这个 Kimi 3就已经可以达到 Fable5或者是 GPT 5.6这种程度啊。目前来讲，老师自己去测啊，还有很多的文献去观察，并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实话说，他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没到这种程度状况之下，它一样可以去超越到现在的 GPT 5.5、5.4、5.5，甚至是你那个 Cloud 它的 Opus 的4.8的能力。那么也就在于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是美国它的一个专业型的 AI 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 Fable5或者 GPT 5.6，它都是怎么样？它是领先到全球的5%以上的最尖端的一个能力，而这个毋庸置疑这个他们这个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两家公司本身还是世界上最强的 AI。
但是它只有领先到世界前5%，但是5%以下所有全世界你要去使用的这些 AI 的模型来讲，那么中国就已经有能力去把你的下面的市场全部吃掉。为什么呢？它是有价格优势的这是有价格优势的。在有价格优势之下，那你是不是其他人就会先去使用便宜的去建构它大部分的工作，然后最后再用顶尖的去分析它说你的系统里面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啊。那么中国难道就有了这个 Kimi3之后，它就可以去突破那个美国的一个技术封锁吗？其实呢也还是不行的它里面有几个硬的条件。首先硬的条件当然就是2个第一个就是晶片。那晶片的部分呢，其实现在华为推出了升腾950，那这个部分它有两个型号一个是 Pi， 另外一个突然忘记了什么型号。那这个型号呢，它已经可以去怎么样去做那个辉达 NVIDIA H20这块晶片，甚至介于 H100跟200之间的一个算力的提供。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的费用只要辉达的1/4，也就是说呢，它本身做出来 GPU 这个运算的能力是有的。但是如果有这个能力的状况之下，中国就能够去规避到美国的技术封锁吗？也不行还有什么呢？还有它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语言设计就是说你晶片你需要语言设计。那我们之前在前2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过一件事情，就中国所谓的涛定律。涛定律是什么呢？就是它把原来的一些晶片用最小的用摩尔定律所做出来的细小晶片，它直接翻转过来用多层次，而不是只有缩小。它把一样的晶片呢翻过来，可能7奈米的，它都做出好几层，里面还有一个变电所，所以让它整个运算并不是只仰赖说缩小体积跟运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中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运算的模式，还有他们的一个涛定律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在2031年之前它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晶片更加普及到它的算力里面。那2031年嘛，今年已经算2026年，你说5年之内到普及，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在 Q4 的时候，2026年的 Q4那华为它的手机里面，就它的麒麟晶片里面就要使用这些类似这方面的，比如说你是涛定律做出来的一个晶片，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这差别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它现在无论是台积电或是你的三星他们的一个运算的一个结果，你要缩到1奈米以下，那个是有困难的。不是说做不到是它发热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是不容易去处理的。而是说现在台积电还是以3奈米为主的状况。那么你在涛定律所做出来的一些麒麟晶片，或者是你的升腾950，那么它的一个晶片可以缩小到从7奈米去达到1.7奈米的一个算力条件。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不是就可以取代到辉达了？也不行，因为它的一个发热度是很高的。如果你是做到一些比较小型的一些设施里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去取代成 AI 大集群算力那这里面就遇到2个问题：第一个散热的问题，第二个电力的问题。那电力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讲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看 AI 的时候我们从前2年我们在谈 AI 的问题的时候我老师跟各位去讲过 ，AI 算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AI 算力最大的问题就是电力。那电力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是有办法解决的。我们从2023年的数据来看一件事情，中国2023年的发电量已经是美国的2倍到3倍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中国的它本身的发电量已经超过美国2到3倍。那么这里面有发电量里面，难道只是因为中国核电站多，还是它人口多就可以发这么多电吗？当然不是因为中国它现在已经做成了新疆的一些光电或者是云南的一些水电种种的包括各地都有的风电。那么我们川普老先生也就是川建国同志就说过一句话中国的风电都是装饰的，大部分都没有用，只是呢拍出来让大家看的。这是最近的新闻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去相信这件事情，中国的风电居然是装饰品，对不对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相信是你的事情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这就很值得去争论的事情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了中国它本身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输出，甚至一个新疆所发出来的光电都可以去养活你四川省的民生用电不能说全部了大部分的民生用电都可以从这样子的部分来去涵盖了。那么既然可以涵盖，代表说它其他发电的地方因为你光电都有这个实力，那么你其他水力发电呢，或是你其他核能发电呢甚至风力发电呢，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电把它低价的转化成能源，能源就可以来去给 AI 使用。所以说呢，前2周我们也提到，中国有所谓的算力出海，也就是呢，把中国所多出来的算力是从什么来的呢？算就是来自于电力。
来去做这些运输。而这个地方还第二个问题就是散热，散热的问题也是有解决的方案啊。这因为我们2年前我们也说过，在中国贵州啊，贵州呢到处都是山的地方啊，在像包含阿里云啊，也包含了那个红海啊，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去建了机房，用什么呢？用那个山洞之间的做出来这些风力，把热能给它带出去。那这个热能呢啊，就是你 AI 发电你要去降温的地方。那过去啊，在目前的 AI 的一个算力里面啊，那通常你发电之后去算这些算力之后，第二个你要花了很大的成本，就是什么？就是要让那个散热把它去除掉。也就是说呢，你要让 AI 产生算力之后所发出来的热能，你要怎么样把这热能把它带走？那中国用了天然的方式，就是用贵州的风洞，还有什么呢？我们上周讲到的，就上海的那个海底机房。现在目前海底机房基本上都是实验性质的，因为它才2000多台啊，其实那个就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啊。如果你说呢大规模，可能数万台，或是分布起来有一个集群里面呢，有几万台的 AI 的主机啊，都放在水里，那就代表它是在成熟运行的。目前如果就2、3000台，其实它不算是真正稳定运行，只是在测试用海水去把它量化这个散热这个是不是可行的。因为上海那个港口啊，基本上它的水温我们不要说其他地方，水温常年维持在15度左右，所以说对 AI 降温这是很好用的方法。说印度有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子的降温呢？没办法，因为它现在50度了，所以说不要说你要不要给那个机房降温了，你连百姓吹个电风扇你都可能撑不住了。所以在这个模式之下，中国有这些算力跟它的电力的来源，它已经远超于美国了。所以美国现在所做的这些技术壁垒其实就已经彰显出来，它没有办法完全封锁美国。在过去，我们在去年初的时候，我们在论断在中国大概3到5年可以追平到这个所谓的美国目前它的一个顶尖的 AI 模型。但是老师在这一周老师认真的去查这些资料来看就发现一件事情。不要说是3到5年了，现在目前此时此刻，你公正的去找这些资料来看，大概只差距哪里呢？跟 AI 顶尖模型比起来，中国跟美国差起来只有6到12个月，6到12个月，也就是1年以内，它的差距就已经缩短到这么多了。如果你在缩短到这么多状况之下，那么中国现在未来它本身的在半导体方面，你要做的一些软体EDA 之类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就能够比较有机会的从自研的地方来去看，目前都已经有自研的方法了，因为他自己的那个偷定率已经有自己的算法。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可以是说现在中国它的 AI 发展程度是远远超过老师去年年初，就是2025年年初所跟各位讲的那个速度，它速度基本上我估计明年在我们的春晚过年之前中国可以推出几乎都可以追平美国 AI 的算力的一个模型这个位是差很多的。老师这次来到中国去出差无论到了杭州，无论到了成都或者在上海，其实各方面老师去做这些功课，还要跟一些社会学家去谈这件事情本身他们在AI 这个方面的发展其实还在起步阶段不是很强你不要误会我吹口龙怎么了，他们还在起步的阶段。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很多人还是在中国里面把 AI 当成了什么？当成的是像 Siri 或者当成像那个百度或谷歌这样去看，他只去问这些事情怎么去做但是呢，他并没有更深刻的去运作，说包含了无论是 AI 的慢句或是其他的东西，目前来看它都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是说，那百姓没有办法很实际的去理解，是说AI 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各位有没有正常？各位有没有断开？有断开跟老师讲一下我们是不是正常？正常跟老师讲一下现在卡了有没有好一点？现在有卡吗？跟老师讲一下有没有卡？没卡，有没有卡？不知道有没有卡有卡吗？有卡，跟老师讲一下有没有卡？跟老师讲一下这个东西老师现在在处理，说不是很确定可以继续吗？我可以继续吗？我可以继续吗？有没有跟老师讲一下有没有继续？可不可以继续？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卡？有没有卡？有没有卡？正常卡，现在有人跟我正常了没卡OK 好，我很久才有人回我，那可能是我有点卡吧，好吧，这可能是我有点卡。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在看整个中国的运行的时候，其实百姓并没有很能够去知道，是说这个 AI 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没有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在后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很多的一些企业在开始要引入 AI，引入 AI 的状况是什么呢？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知道怎么样把 AI 导入它体系里面。那体系里面是什么呢？做成一个生产线，跟一个产值，在企业方面只有少数的企业它已经能够透过 AI 去帮他做一些处理，但是大部分的企业他们不了解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说他认为 AI 它是可以取代人工的，可以取代员工的。那这个东西就比较有趣，你 AI 你怎么取代员工呢？你怎么取代人工呢？基本上是不能的，好不好？这个我们讲一件很实在的事情。AI 是不能够取代人跟员工的，只是你这个员工他能不能去用 AI 来去生产他的一个作风。比如说老师这次去有拜访了一些 MCM 的一些机构，MCM 机构里面呢，几乎都还是没有运用到 AI。还是一样，你就是一个直播间，直播间有布景，然后你这些直播主来去做这些方面的表演。那这些表演，那到底对他们来讲，AI 有没有帮助呢？目前为止，除了你要滤镜美元之外，它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说 AI 还没有办法渗透到中国的各产各业。但是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中国主席习近平他进入了世界 AI 大会，代表就是说中国他要进入到 AI 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怎么样呢？也就是说他要进去处理，是说，我们中国要进入到 AI，我觉得有问题恢复了没？断断续续我换一个联系方式，我换一个连线方式，刚刚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好一点？无网际网络系哇！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好一点？各位，你现在到底正常不正常？我又不知道，正常吗？正常有没有正常？有正常跟我打正常两个字，好吧？有正常跟我讲正常两个字，好吗？看起来是有的。正常 OK，好。所以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中国里面呢，它是没有办法去说怎么样把它做的一个维系他们并没有说去把它维系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了，因为各位听老师直播，你就要去知道 AI 能够为你做什么，它能不能把你的产线做出来。比如现在很多人在写这些剧本的 AI 漫剧的剧本，还是用怎么样呢？还是很多人用的是手写慢慢的去 key，慢慢去写，甚至是很多的 MCN 机构也是这样子。你到 MCN 机构，它还是不能够快速产出，它最后能做到什么东西呢？它最后只能是什么？把别人已经写好的爆款小说，然后把它放在 AI 里面，让它重新编辑。那这个状况之下，你能够产出的一个速率跟你的一些创作就比较低。甚至我们看到这次的那个中国，它现在有所谓的这宫洛阳宫洛阳这个 AI 个什么那个算是动画吧，放到电影上去做。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呢？这个东西其实是不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做出来的东西故事性怎么样，我们先不说。它的故事性怎么样，我们还先不说就说它这个东西为什么票房不好，原因就是在于说它并没有很实际的去运用 AI，把它的一个人物做美化，它整个那些人物的 AI 脸基本上都还在上一个阶段，也就是可能半年以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包含他们影视公司都没有妥善的去把这些 AI 用到他们自己产线上面，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中国是蛮吃亏的蛮吃亏的，因为百姓并没有做到这些部分。那美国为什么好在这个地方？美国好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到矽谷或其他公司里面去，AI 化是一个强制被要求的一个技能，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让 AI 去操作你的工作，让 AI 可以去怎么样把你的工作做得更多更好。而中国这个部分是你人不要来了，你只要让 AI 去做你的工作就行了，这样行嘛？这就变得是他们本末倒置。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像老师这次的出来，其实看来也是蛮清楚的这个东西是很需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条件。所以说，在中国部分来讲它技术虽然上来了，但是百姓的民智还有它的一个做法并没有上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要去知道的。那再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有在于是说，它本身包含了阿里云或其他的企业里面它在对于员工他去使用的 AI 的时候，他们限制也是颇多。当然，因为它有泄密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其实它还没有做到是专业化、模组化跟程序化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还是用资本家去考虑这个事情。这个其实输美国的一些企业真的是还蛮多的一个状况，好吗？好，各位有没有看到？因为我很怕我这个中途断线了，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断线，我现在真的是一点懵。
哦，有没有一点懵？它到底有没有断线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断线呢？哦，这个我也真的是看不出来，好不好？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进入世界大会之后就有这个问题，那就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进入到什么地方呢？进入到我们这个美伊战争，美伊战争这个事情啊，各位你要去知道，美国现在可以一次打2000多一个伊朗的一个据点，2000多个据点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是说 Anthropic 也就是这个 Cloud 的母公司啊，它收集了所有这些卫星的一些数据，然后大量的分析。啊，大量的分析，然后知道是说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由 Group 也就是马斯克的这个 AI 的一个模型来去做进行的精准的一个攻击。他用精准攻击，好好一个收集资料，一个做精准攻击。所以说，为什么美国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它可以在军事上面获得很好的一个进展？原因就是因为它整合了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工具来去做同一件事情。所以各位在使用 AI 的时候，很多人呢，尤其在中国或老师看到很多人或者台湾也是一样，很多人在用这个 AI 模型的时候啊，你去坚持去使用所谓的 GPT，很多人坚持使用的 Cloud，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事情，因为不同的事情你要不同的角度去做。啊，比如说你要去 AI 去做一些图像生成的，你可能用一些 Midjourney，可能用一些那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名字，什么 Nano Banana，但是这些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并不能够去整合到你原有的生产线里面，反而是中国它本身的千问跟它火山引擎，火山引擎是谁的？就抖音嘛，好不好？就抖音嘛，对不对？就抖音，哦，它所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去整合到它所有的生态链去进行。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你只用一个模型的时候啊，你整个工作你是做不出来的。但是美国政府做到了，他把他自己的Anthropic、还有 GPT、还有 Group 这3家公司的专长整合起来，他去进行了攻击。所以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战场上面就很简单一件事情，他其实在做一个 AI 的战争训练，因为美军士兵在这次的战争里面啊，损耗实在过大了。各位你不要去看了，美军好像是说没有很大的伤亡，伤亡几十个是几百个而已。各位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啊，因为你有损失，这个是很难再生的人力。人力资源啊，永远是在各个战场上面最重要的。你其他东西都可以失去，但比如说战斗机吧，战斗机你可以掉下来，但是驾驶员你要培养15年。这对他来讲，你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你设备可以遗失，比如说美国这次被伊朗反击，当他的伊朗反击到，比如说科威特啊，或者各个地方的美军基地，你可以把它，甚至你把它 MQ9的无人机都把它炸了，对美国来讲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那是可承受的战损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你打到士兵，那么你这个士兵你训练了3年、5年、10年，你未来还要再训练一个一样能力的士兵，你有3年、5年、10年的时间去准备吗？就变得是没有了。所以中国，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对伊朗上，我觉得它是进行的时候，进行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让战争必须延续。为什么战争必须延续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美国现在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选举，而不是说国际的利益。美国的选举就在它的其中选举是在11月，你11月的选举，那么你是不是说你现在必须把战争维持到至少10月或11月初，然后你再解决这个战争，你是不是就是得让观众，比如说观众，让他们的百姓去知道是说啊，这个我们总统是能够解决这个战争问题的。如果你现在就把它解决，那么之后他拿什么东西来去刺激百姓的观感，你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观感，你就只能是说啊，我之前做过这些事情，你们应该继续投我。目前为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他必须去维持。第二件事是什么？你要开打的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他们要求的就是说，你能源世界的话语权。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对于整个世界的它的一个石油的话语权啊，大概2成到3成，这2到3成就已经可以打击包含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关键。而且美国这一次还透过了它的一个 AI 的瞄准，把中国对伊朗的一带一路的铁轨也给它炸了。哦，因为中国是还蛮需要这个管道跟它的铁轨来去做一带一路，甚至是这个一些石油的一个贸易，因为伊朗现在必须靠中国啊来去做它的一个进出口石油赚这个油钱，不然的话，它怎么样去维护它自己的维护它自己的一个利益呢？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把它炸了，然后把那个石油，甚至美国直接跟你讲了，哦，这样有没有正常哈？正常刚好断掉一下哈。好，现在有没有正常？跟老师讲一下有没有正常哈？刚刚好像断线一下哈，现在应该正常了哈。好，现在应该正常了哈。哦，所以说现在它卡住了，哎呦，现在卡住了，正常了吗？正常了吗？好，正常了哈。
好，那正常了哈，那刚才线路突然断掉，好，我们再把它补回来。哦，所以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美国他去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他要去掌握，一直不断去测试，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开关关之下，美国到底可以收到多少利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仅是要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港口，甚至不同的输油管道里面，去掌握美国对于世界能源的话语权。霍尔木兹海峡就变成是说它最窄，而且最好能够操控的地方。所以说呢，川普上次不是说了吗？啊，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轮船都要收取它上面石油价值的20%。啊，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可怕？哎，那个伊朗可能只收1块钱，每一桶收1块钱，对不对？那你美国直接收你20%，所以说欧洲就开始跳脚说你是不是什么？你根本就是个强盗，对不对？欧洲跳出来，可是你根本就是个强盗。所以美国一直不断去测试，是说他做每一件事情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你们会有什么动作，或是你们的底线在什么地方。这其实跟川普他本身的一个谈判的技巧其实是有关系的。有什么呢？他过去在房地产的一个试探的时候啊，他都把价格或是你的底线啊拼命的去摸清楚。啊，你才能够知道说，哎，你到底能够接受什么范围，我到底可以得到多少利益。啊，这在川普他过去的谈判的艺术里面这本书里面，或者他其他著作里面呢，或者他的整个交易历史里面，都可以看到，说他一直不断的开启，不断的关闭，不断的开启，不断的关闭，他希望全世界的能源脉络里面，他能够找到一个，当全世界需要做能源贸易的时候，他必须要能够占到一手。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他来讲这么重要呢？我们要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石油美元不容易再继续维持了。过去啊，美国是哪里有油，它就炸哪里，对不对？所以到后来他们已经有了页岩油之后啊，他就不是说你哪里有油就炸哪里了，而是呢要去开始掌握整个世界的石油的那些定价权。因为它只有页岩油嘛，所以他去掌握这个石油定价权。但到现在发生一件事情，第一个页岩油它已经快采完了哦，我相信未来的5年啊，美国的产量会越来越少，但不代表没有，所以他必须去把委内瑞拉先把它占领起来。你占领委内瑞拉，你是不是就有一个石油的后花园？你怎么采你也采不完，短期之内是采不完了。但是你美国在委内瑞拉能够维持多久的政权，目前还造成了一个问号。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各位去知道，他如果不打，石油就会跌价。它如果开放，石油就会跌价，石油跌价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之外，各位你要去了解第二件事情，如果石油跌价，它影响的不只是美国你自己的石油上的问题，它也影响到了美国这些石油商，他去委内瑞拉开采石油的成本一定是入不敷出的。各位知道老师意思吗？你今天如果占领了委内瑞拉，那你冒了天下大不讳，你把别人的总统抓到你的国家里面去，然后呢，你要去采别人的石油。现在那些美国3大油商都已经过去了，但是问题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它没有封闭，或是没有造成能源价格的波动，那么这些油商到了委内瑞拉所抽出来的石油，它成本已经将近50到60美元以上一桶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很多设备都需要更新啊。就是我不但要去更新你的抽油的设备，然后呢，抽起来油我还要从委内瑞拉运到美国本土，你去精炼，你是不是成本就变高了？所以油价如果没有维持在高位，美国去拿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行为。那不划算的生意当然没有人去做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伊朗战争继续的严重化。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我们看事情啊，不是只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之间的纠葛，而是要看到谁希望石油涨价，对不对？谁希望石油涨价？美国希望石油涨价，那么这样他霍尔木兹海峡抽出来的石油才有市场优势，不然他抽一桶赔一桶。请问我占领委内瑞拉干嘛？我派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过去，然后油价还不涨，那不就完蛋了吗？现在有没有卡住？有没有卡住？有卡住吗？要卡住吗？好，跟老师讲一下哈，那个现在跟老师回应一下，因为现在老师不是录影的方法，我是用直接直播的方式哈。现在是否正常？跟老师讲一下哈。我顺便喘口气，喝个茶，没有卡住哈。好，就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发现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一个调节油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关。它打起来，美国那个抽油才划算。它如果又把它关起来，要开始谈判了，那油价应声下滑。如果应声下滑，那么那些人就糟糕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啊，十之八九都是为了资本而打。这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霍尔木兹海峡打起来的东西，各位你就不用觉得太奇怪。它最大的原因就是
你石油商必须赚钱，你不赚钱，那么美国的经济、美国的这些财阀就没有办法挣到这些钱。那么对于谁有伤害？当然就是美国的百姓啊！美国百姓现在他们本身并没有太好的一个竞争力，因为美元它本身的价值炒得太高了。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都有这些事情所发生。当你资本化越高的时候，你资本上越高的时候，那么基本上你百姓生活的越苦，因为你资本集中的程度越高，那么百姓的话语权就越低。说社会的腐败性啊，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超出这个300年的魔咒？其实任何国家超不出300年的魔咒，最后都跟资本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唐朝吧，唐朝的话，你到最后为什么你得败？不是相机四之战啊，然后让你这些精锐丧失完毕啊，而是在于是说你的资本，你的集中化在这些唐朝的贵族手上之后，你百姓是没有办法去让经济可以继续运转的。因为所有经济跟所有的一些资源都掌握在这些贵族手上。各位，如果你有去看过这个中国的一个电影叫《长安的荔枝》，各位就深有体会这件事情哦。其实他写的有没有夸张？实际上来讲是有一点夸张，夸张在运荔枝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权贵对百姓的盘剥那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对于现在在美国，那也就是说资本对百姓的盘剥，那也是很严重的。就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件事情，最低关税，美国的国会判你违法，但是你没有把这个税退给百姓，你退给了进口商，进口商已经从百姓身上已经刮到一层油，就是我把这个成本转借给你，然后现在你再给我一笔钱，他这个企业的获利真的是杠杠的呀，你知道吗？那是完全杠杠的呀，对不对？完全是好事啊，是不是？我赚两边的钱了，那百姓呢？百姓就成穷鬼了，没油水可刮了。对不对？所以说，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知道美国它现在走到衰落的东西，不只是川普他本身的特立独行，我们要去考虑到是说资本集中化之后，百姓其实是对整个经济是没有掌握度的时候，它就难以运转。所以美国在很多次的经济危机里面呢，我们都看到它都是跟资本集中是有关系的，无论经济大恐慌时代啊，或者是后面的股市暴跌，其实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各位去理解。那实际上在在这个美伊战争里面啊，那伊朗有没有办法去？因为美国有高度的一个 AI，他自己有没有办法反击呢？实际上来说啊，按照伊朗目前的一个能力来讲，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用 AI 来去做反制的。哦，各位，我们讲个有玩 AI 的老师跟各位讲，他们自建的模型啊，也只有13B，然后13B 代表是说它本身的一个知识库跟它一个处理能力跟预算能力是不够的，加上它也是跟中国一样，它是被科技制裁的，所以它也买不到英伟达的他们本身的这些 H100、200这些晶片，就算买到了，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处理。那包含虽然他们现在有13个大学院校跟这个几百名的研究学者来去做这个 AI 的机房。但是你本身先天条件的不足，就已经难处理这件事情了。而且最难处理什么？电力啊！你除了人力之外，你还有电力，还有安全不会被炸掉的地方，其实在伊朗目前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伊朗你只靠13B 的这种车都已经说是什么了？我们只要去买那个基本上买5090，买一个20片，你就可以撑起来13B 的一个模型状况之下，你怎么去跟美国完整的大模型对抗呢？说是没有的。所以伊朗能够做什么事情呢？很简单，你在中东里面哪里个地方有 AI 机房，我他妈就炸你哪里。对不对？你会运算，那我就炸你运算的地方，是不是？啊，解决你犯错的地方，那是不是对我就没有问题了呢？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要知道，伊朗现在他已经几乎在那个哈梅内伊啊，他把它完成下葬之后啊，他的穆杰卡巴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权力的过渡，因为百姓进行了国葬，代表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他也要接受新的时代的统治。所以他们为什么哈梅内伊他的一个葬礼对伊朗很重要？不只是他们对他们领导人的一个惋惜，他们自己的情绪之外，最重要是他的一个时代变革。所以后面的国民卫队啊，对伊朗来讲，他的掌握度会提高。至于穆杰卡巴是不是真的在这个领导阶层里面已经不重要了啊？就像日本的幕府一样，天皇你有没有实权，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幕府大将军要这个实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伊朗它是走进幕府时代的，因为那些强大的军人，这个国民革命卫队，它是实际上的国家的掌握者。那这个对伊朗有没有好处呢？其实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哈梅内伊时代，还是以宗教去领导整个国家。因为宗教领导国家状况之下，你有些事你想做你不能做，对懂老师意思吗？以宗教领军的国家，它是有想做是不能够做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去兼顾了宗教的严谨度
还有就是说他们国家的发展度，其实他们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做好，所以他是一个温和派，也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在跟这个所谓的以色列里面来讲，它是一个刹车片啊，这过去我们已经讲到了。但是换个地方来讲，同样是中东啊，同样是中东，我们看阿联酋，他的一个新的那个准酋长。他就做到一件事什么？你现在阿联酋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自己本身的宗教警察已经撤销了。阿联酋的宗教警察已经撤销了，他现在进行到什么？女性可以在你没有监护人的状况之下，你可以自己去开车，对不对？你可以去开车了啊，没有监护人，你可以外出了。甚至呢，他们的一些宗教的一些强制你，就是说你外出，你走路你都必须旁边要有一个男生的家人，这些事情都开始就做取消了。甚至呢，他们还是大放一些，比如说好莱坞的电影啊，甚至是他们的一些夜场也开始启动了。当然，不能说他们所有的一个穆斯林律法都取消，而是在于是说，他们要在做转型的时候，他们选择了降低了宗教的威权度，而提高了什么？而提高了百姓的一个麻醉感。什么叫麻醉感呢？因为过去我们知道穆斯林他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么强大的一个宗教的法庭或宗教的一个制度？这个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说当时的在中东地方，就是现在中东地方也是一样哦。你要维持这个贫瘠的大地，它本身是没有什么产值的，农业基本上是不够的。你不要说农业，你连水都不见得够的一个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凝聚你的国家的向心力呢？你就必须给一些人他有特权。特权是什么呢？特权就是说，你有这个，你什么都没有状况之下，你还有一个决定他人生死或是生存的能力的权利。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你们正常跟老师打一下正常我现在又害怕，我突然讲，我都白讲的，你们都在发呆，然后呢发现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好。有没有好正常应该正常然后我继续讲我看他是正常的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给了什么权利呢？给男人权利，因为你给任何一个群体权利呢，你都会怎么样？你都会得罪另一方人。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如果你给男人权利，你就有这个国家里面1/2以上的权利了，对不对？1/2以上的权利了。所以说呢，他让男人怎么样？可以决定女人的生死，就是说呢。你这个女人，你要外出，你必须经过我同意。那如果我觉得你脏，我他妈可以用什么？我可以用这个家族荣誉制度，可以把你活活打死，甚至是怎么样的？甚至是女儿，你都可以拿去当做交易的产品，对不对？你家里的女儿可以当成交易的产品啊，因为你要跟谁结婚，你一定会有这些彩礼的问题啊。这个在穆斯林国家也是有彩礼的问题啊，不是只有在中国有彩礼的问题啊。你在穆斯林国家也有彩礼的问题，所以利益交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给男人这方面的权利，你只要信我这个派啊，你跟我站在一起，你就可以在家里有一席之地，甚至你可以决定别人生死。我把你变成尊贵的，哪怕你什么都没有，你也是一个家长，你家长就可以去决定你家里的女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这个这么诱人的事情呢，对于男人这种侵略性的一个性别来讲，那是很诱人的事情。所以说呢，你宗教执行的越彻底，男人对这个国家忠心度越高，那么他们的一个他们的稳定度就越高。所以说呢，这个状况在封闭的时代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明显的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你产油量也开始下降了，甚至呢未来还有一些你枯竭的一些问题，你要进行转型，你必须把现有的资本做有效的利用。所以说他们现在不是说只给你是说你的税务很低，或者是说呢让你可以怎么样掌握家里，而是你今天政治权力你一样是只有集中在他们自己的酋长的这些家族手上。但是呢，我给你这些百姓，给予你更多的是娱乐。就像什么罗马竞技场也是一样的过去的那个古希腊时代罗马那个竞技场也是一样的意思。你们政治上没有权利，无论是元老院来掌握，无论是在那个独裁者去掌握都不要紧。我给你们一个那个竞技场里面，你们只要针对这个感到快乐、感到愉快，那么你就应该站在我这边，因为我给你的快乐，给你的愉快。所以懂老师意思吧？所以统治这个世界，或者你统治一个政体，或统治一个团队，他就必须有对这些群众有利益。那对群众有利益，那么他就便于统治。最后，在伊朗部分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知道是说，他自己也是要做一些调整。他的过渡期就是把他的权力做过渡，但是整个中东不是只有伊朗在变化，而是包含阿联酋或者其他国家也在变化。当然，叙利亚是比较难的，因为叙利亚它不是只有这一次战争，它是几十年上来都一直当成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什么练兵场。所以说呢，包含了那个安吉丽娜·裘丽，他就说呢，哎呀，叙利亚好可怜，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拥有了自由。靠腰，你把人家房子炸了，把他们家的家人杀了，然后他只能坐在帐篷里面，然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跟我讲，你他妈你有一个自由，至少你有了自由，自由个毛啊！自由个毛啊！你毛用自由啊！
对不对？就变成傲慢的人去讲的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里面它在运行的时候，越需要血腥的时候，代表那个国家越是危险。美国也是一样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好吗？所以说，我们切回来，我们要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韩国。韩国呢，在上周啊，我们知道它进行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股市的血洗。这个血洗啊，其实各位，其实有没有注意到这2个月，我们非常一起注意到这个韩国的股市跟亚洲股市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看到6月22号的时候啊，它的股市啊，好那个创到9300点了，对，年内涨幅啊116%，半年涨了116%，全球第一啊。是不是？那更别说这2、3年这涨起来，这是好几倍的利润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他们全民都进行了炒股。当时老师跟各位讲，当每一个人都要去炒股的时候，代表这个差线头理论已经诞生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在7月13的时候啊，SK 海力士啊就跌了15.37%，三星跌了10%，然后那整个这个韩国股市啊跌了8.95%啊，收到6806点，失守期限的大关。你从9300点跌到7000点以下，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变成说它今年第7次的熔断，然后呢，隔一天7月14再下杀5%，这个里面又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啊，虽然它后面可能又涨回来，但是后面你又杀回去，它这个一直涨涨跌跌的问题其实就很简单啊，各位，它里面有没有什么阴谋论呢？你可以说它有阴谋论，因为毕竟它的资本集中太厉害，甚至呢，它这个为了要去炒股啊，为了要去炒股，甚至他们把所有的存款丢进去啊，所有存金丢进去之外，还要去把这个银行的钱全部借干净啊，借干净哦，是把银行的钱借干净哦，没有开玩笑，他们把银行钱借干净，就是说民间一般的房屋的融资贷款啦，或者其他信用贷款啦，都没有钱可以贷了，因为呢，这些人已经把能贷的东西都贷出来，然后把所有钱都丢入到韩国的股市里面，那大家都可以发大财。对不对？你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应该抽手了，对不对？白抽手了，这差钱头理论非常明显，所以它一夜去大跌的时候啊，很多人抵在那个上大法里面，为什么？需要自己被烤死就好了，是不是？那个就变成股市直线的下跌，怎么样呢？把几十万的这个融资户啊，直接把你砍掉。那它未来能不能再涨回去到这么高9300点呢？其实是有困难的。这个东西其实看日本就知道了，日本是因为广场协议说它也是不断跌，说你要回到之前的那个龙井啊，日本花了多少时间啊？这个各位去知道了。那韩国暴跌的原因是最重要是什么呢？除了是说呢有可能割韭菜这个阴谋论之外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啊，那个海力士啊 ，SK 海力士啊，第2季的预报啊，它的营收80.9兆，营业额利润60兆，环比虽然54%，同比加了264%，但是营业利润比市场的共识65兆还要低8%，也就是说什么呢？它的预期的利润并没有达成。虽然看起来还是很多，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长期供货啊，它是开始做调整了。那个整个行业啊，它就开始慢慢的去有可能有修正的空间。这个修正空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任何的产业啊，我觉得在 SK 海力士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市场不买账，为什么？因为股市本身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你未来的希望。对，它未来一直不断的成长，所以是说我们就认为它未来会赚钱，所以说我们先赚到它未来的利润，懂吗？股市其实是跟恶魔借钱的一个市场啊，你要记住老师这句话，股市这些投机市场本身就是跟恶魔借钱，你借了钱要不要还？早晚得还的这个早晚得还。我不是说你不能投资，但是你心态不一样。像韩国这个心态就不对，你把所有钱都丢到股市里面，想要狠狠的赚一笔。很多人就说啊，他可能是说你进到企业里面了你把所有身家，比如说你学生贷款，或者是甚至把你房子拿去贷款，来去丢在这个股市里面，你1个礼拜赚的钱是你过去半年赚的钱。半年赚的钱，甚至1年赚的钱，那么呢，你要出国旅游，你甚至只需要1周赚到的股市的钱，你就可以去旅游了。但是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会把你所有东西都数出来吗？都把它卖掉，然后现金收到身上吗？没有，你选了继续钱生钱，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非常美好了。那谁知道你一垄断，你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原因就是在于是说，股市是一个高度期盼所能够达到的。那第2个问题是什么？第2个问题是成分三星加 SK 海力士在韩国的股市里面合计权重高达60%，上半年里面呢，它的翻倍涨幅里面贡献了70%的涨幅。各位，你们听懂老师意思？三星加 SK 海力士在韩国的股市里面合计的权重高达60%，你说老师不是废话吗？这个韩国本身它就是一个财阀的社会啊，所以你那么高很正常啊。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上半年翻倍涨的幅度里面，70%是这些公司所提供的。所以说这些公司当它的利空出尽的时候，那么它一直往下杀，是不是就变成正常了？杀有没有道理？杀是有道理，就是你预期未来没办法赚更多了，那你是不是预期破灭了？破灭它就有题材，有题材它就可以做空。你说它有没有韩国有没有发生重大的事件？并没有啊。所以我跟你讲，韩国并没有本身它自己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比如说呢，就可能是一个超级大地震，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淹水淹掉它半导体厂？也没有。有没有台风把那个三星总部给它卷飞了？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状况之下，在你在睡觉的状况之下，它就把你的所有财富归零，就直接归零，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开杠杆。所以老师在这一年的这一所有预测里面，就跟你讲，投资可以杠杆放小，而且你要设什么停损点，你所有投资都必须要放停损点。如果今天韩国的人有看到老师的节目，对不对？你所有的这些你做这些杠杆这些项目里面，你做停损点，那么你睡醒来顶多碰到停损点，你大部分的钱还在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做的，你直接熔断，你直接清场出场，你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这个你说是提早跟你讲了，所以说他总共7月13日里面啊，他总共有120万个账户爆仓哦，32到36个万个账户啊，本金直接清零啊，直接清零了，因为散户的杠杆占比是92%，所以你要怎么去搞？一定搞不赢的。但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台湾呢？台湾的台积电还有这些高科技里面占的台湾的股市里面的权重是多少呢？是不是就值得去商议的，对不对？什么时候台积电会出现这方面的利空的消息？不知道，说真的不知道。因为比如是说中国突然有一个 EUV 出来了，对不对？它不止 EUV，它自己的 EUV 出来，而且良率很高，非常高，达到90%以上的良率，加上它自己本身的利多的消息，那么台积电就有可能会大跌。各位有没有懂老师的意思吗？就有可能会大跌。而再加上第二个东西，如果两岸统一了，那么你台积电的东西就变成可能就直接就有人特别去管理，你出口不了了。那么你对于比如说美国的股市或者欧洲的股市，你会不会有致命性的打击？这也是会有的。那台湾股市会不会有打击？当然也是会有打击。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去看它本身的状况都已经有了，所以说我们只能去理解这事是迟早发生的。所以说呢，韩国跌完之后啊，台股跟日股有没有问题呢？是有问题，它是跟跌，但是它没有崩，因为台积电毕竟跟它的 SK 还有SK 海力士跟三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说它本身跌归跌，但是呢，它并没有是说到韩国那个市场一样整个崩盘。所以说在7月14日啊，或者7月16日啊，台股跌了将近3000点啊，2953点，但是呢，它有没有会像那个韩国一样比例上来讲，它是没有像韩国这样跟跌，但是没有崩。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台湾的股市里面的成分它是比较稳定，目前台积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凡事都有但是，各位去理解，凡事都有但是。所以说啊，各位不要小看了五鬼星的力量，它轻轻松松可以把你钱给偷走，而且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什么都不做，比做什么强，这个地方是有的。而日股也是一样日股啊，还有7月13啊、7月16啊，都一个不断的去跌，因为费城半导体也跌嘛，韩国情绪也跌，所以日经股市啊，它也跌了4.03%。但是能不能承受，它还是能够承受。而日本的问题也不是在于股市上的问题，也不是半导体的问题，是日元跌到他们百姓你东西要买不起的一个问题。说每一个国家的问题，每一个人的哈姆雷特，这个是各位去注意的。这个现在整个世界并不是这么样的稳定，尤其是金融部分。所以你留存现在最多的现金，对你绝对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各位去理解这个问题，好吧？老师喝个茶那等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乌俄之战乌俄之战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好吗？哎呀，不在台湾，所以说呢，没法跟各位谈了太多事情，只能我一直讲。哎呀，各位有没有听乏了？有没有听乏了？刚有人就发个信给老师，那月之暗面到底什么样的公司啊？我告诉你啦，中国所有大公司啊，你都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啦，就这么简单啦。大公司跟共产党没关系，那就不是一个大公司，好吗？任何公司跟他有关系，都是在掌握之内的事情啦，说不用问他哪个公司，我们跟共产党一定是有关系的了，好吗？共产党决定了一切，这个是现实，好吧？我们要知道人家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去理解就可以了，好吗？所以说我们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其实
OpenAI 5.6有没有什么影响？OpenAI 5.6啊，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它模型的一个进展，它要抢了市场，所以它必须一直不断的更新。所以从年初的从5.4到5.5到5.6啊，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它一直推出一些新的版本。所以过去啊，你可能3到4，然后4到4O啊，这个部分就可能经历了可能将近1年的时间。但是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他们在5点多的版本里面，他们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跟老师过去跟各位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当 AI 去研究 AI 的时候，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是说掌握到它一定什么时候的时间的限制，因为 AI 它不能解决所有一切。AI 去算这些事情的时候，它能够把理论时间给你缩短了很多，但是实际上的实验还必须人去做。但是人已经省掉了你去做模拟实验的这一块的一个场景。说整体实际上来讲，它还是有差别的啊，还是有差别的。油价现在涨多有没有影响呢？油价涨当然是有影响的啦。所以说呢，整个世界通膨还是会在提高啊，还是会提高。说你留下来现金是最重要的。黄金要不要卖？黄金可不用去担心哦，黄金放10年是100%赚的。你不要说现在黄金跌了很多人开始说啊，这怎么会跌那么多？不是都会涨吗？一定会涨，你放10年都会涨。你任何的一个人，你有本事抓任何一个10年线，然后你黄金还跌，你告诉我，我也想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至少近50年没有这个状况，好吧？近50年都没有发生这个状况，那未来50年我不知道，但近50年没这个状况。所以黄金你就拿了放10年，你是稳赚的，因为它必定会跟你的货币产生了通膨的挂钩。那说通膨这么高，怎么还跌？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暂时性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说它为什么会涨呢？如果你去年这个时候去买，今年跌对你有影响吗？影响不大，对不对？影响不大，是吧？所以你要去理解哈，有些东西你是不能去以短期去看这件事情的，好吗？哦，还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哈。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乌俄之战哈，乌俄之战这个东西啊，其实各位要去知道，现在俄罗斯啊，它其实是蛮痛苦的哈，因为它自己的炼油厂一直不断被无人机所打。它被无人机打，难道就是因为俄罗斯没有办法防御无人机吗？不是哈，因为这个里面就真的是卡到乌克兰，它本身是有 AI 的系统去帮助它无人机去定位，所以它打的是非常准。哦，打得非常准，从高空弹打下来，你真的是防不胜防，这个是的确是一个事实。所以乌克兰它本身现在打起来呢，他会觉得是说他有能力去跟俄罗斯做反击，那是因为他本身有了这个 AI 的系统，帮助他去定位打更多俄罗斯会痛的设施，包括它炼油厂跟化油厂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炼油厂、化油厂就是你要把你原来的原油变成可以用的资源啊，这个是很重要。说打了俄罗斯痛不痛？痛。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俄罗斯会不会因此而被打倒？并不会。然后很多人说，老师，俄罗斯是不是开始有被乌克兰逆转胜了？说俄罗斯现在出现大问题，大问题肯定有，百姓可能性过了已经越来越差，这是必然的。但是各位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门捷列夫所做出来的这个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在俄罗斯境内全部都可以取得所以说它本身的资源是不缺的，它炼油缺，就是它能源会缺，但是它的导弹它先做好了。所以你现在让他去攻击，现在在这个乌克兰各大重要城市，甚至在基辅都进行到了一些百姓都卷入这些轰炸。那对于乌克兰来讲，它能够持续多久这样子一个威胁还不知道。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把俄罗斯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它是可以去推出这样子的核弹的战术性核弹。你把它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美国现在末日专机我据说也要起飞。这个老师没有所谓的一个事实条件这个只是听说耳闻美国的末日的飞机已经起飞了。末日飞机是什么样的？就是它保持在这个天空上一直不断的飞行。当发生核战的时候呢，它要确保它自己可以毁灭到它的目标的国家。然后末日飞机一起来那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代表它的一个危险性已经开始去往上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好，老师很久没看到你，怎么老这么多？那个灯光打下来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那我也会老，开玩笑，我他妈播7年了，你说我能不老吗？当然是会老的，人有不老的吗？我也想不老但是我还没办法重生不老，好吗？现金是美金还是人民币？你在哪里活你就活哪里你在中国你就准备人民币，你在美国活就拿美金，在台湾就拿新台币，你在香港拿了港币就好了。为什么？你当地的货币才能买当地的货，你不能就没有当地的货币你怎么买当地的货呢？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在台湾发生问题，你要拿台币去买面包；你在中国发生问题，你要拿人民币去买面包；你在香港发生问题，你要拿人民币或者是港币去买面包，因为人民币在香港是通的真是通的。所以你不要说在哪里，然后你在哪里生活，你就准备哪里的货币。但是
是如果当你已经有很富有的状态，比如说你已经有上亿的资产一个小目标的资产，那个时候你去分散，你已经有这个智慧分散，你就不需要我去做什么，我不需要我去跟你指挥了，因为你能够做到1亿的人，那你的智慧绝对比我还高，那你还需要问嘛？你自己做资产分散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多人说，那现在是不是可以炒出一些，比如说看空港股啊，或者看空那个日股啊，什么东西？其实你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保有现金，你不要想在这个地方你去取得什么优先的市场的先机，然后在那边捞一笔。因为上冲下洗可以要你的命。如果你要我去说一件事情你要我去说什么东西可以投资这个东西会获利的，那我只能说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看空美股，美股指数这个看空，但是你不下杠杆。但是呢，你这个是有限制的因为你这些期货的一些股市期货、指数期货它本身还是有隔夜的那个利息。以及它能持有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你最多好像持有只能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呢，美股看空那个是可以预期的。那你说我这要给各位什么建议？美股是看空的，那为什么？因为它本身的没有相对的工业力去维持美国经济的成长。因为美国现在经济其实股市的成分很多是在 AI 就是所谓的 Anthropic 跟那个 OpenAI， 还有马斯克的那个 X-Space 这些东西。那马斯克的 X-Space 这间公司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不给力的公司，但是很难达成的是说让大家可以去一直不断给他钱，让他公司继续成长的地方。因为它能够成长就不过就是2块，星链是稳定赚钱的，因为它有几万颗卫星飞在地球的轨道之中，而且是低空轨道，而且是最好的低空轨道的位置都给它抢走了。说星链它可以去给美军，去给乌克兰，去给他想支持的人，给他很好的一个网络定位的一个优势。但是火箭回收技术呢？那中国已经取得了。既然中国只要在进行的是说回收后的火箭，然后再发射出去没有问题，那么中国就可以在航太里面领先的很大的一个状况。而日本呢，这个东西有人说老师，日本也可以做的火箭回收了。日本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日本的火箭回收是怎么样呢？飞上去11米一个铁桶。升空11米11公尺就没有错。我跟你讲，日本的回收就是他把一个铁桶喷上去，然后飞了11公尺高，然后平移了几十公尺之后，然后有人落地没有打翻，它叫做火箭回收技术。日本的火箭回收技术这么有趣，对不对？怎么会飞11米，然后再平移几十公尺，然后再下来？你跟我讲，你火箭可以回收，那个东西简直是掩耳盗铃的一个科技法，但是他不能不做。你不做好像是跟百姓无法交代，但是你一旦做了，就觉得有些的百姓认为说我们大日本帝国天下无敌，对不对？中国能够回收火箭，我们也能。人家是从高空回攻下来，你他妈11公尺回收回来，那能用吗？是不是？那就很糟糕了。而印度也是一样我们三哥也是很强的他说他要成为怎么样的那个探月里面的强国，太空强国。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喊。我们看到喊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很简单，你没有实质东西做出来的时候，你喊了口号是为了转移你内部的一个矛盾，所以你需要外部的一个刺激。所以说我们在看消息的时候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它本身的粮食够不够，它本身的工业体制强不强，你就可以看透世界上所有的一些国家的发展。粮食自给率足，或是它的管道足第二个，工业的产值能不能支持它本身的 GDP 的发展，而且是能够越平均越可以。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的工业如果是平均都可以去发展的，那你这个国家是稳定的。过去美国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就是它的工业是可以在很多州里面，不是只有那几个现在的铁锈带这些地方能够稳定，它是有很多地方，美国很多地方的工业都非常稳定的产出，所以说美国成为强大的国家。之前我们在看日本为什么它之前可以这么强大可以说亚洲4小龙之首，那是因为日本的工业是平均强大，它不是只有那个什么他们本身的一些林木工业强大，他们有很多的工厂，他们的工业实力都非常强大，而且是平均的强大，所以说日本后来变很强。台湾在上个世纪也是很强，为什么？因为台湾在那个时候，它的工业是平均的强大比如说你在新庄、五股，对不对？或是台中，或是你的那个南子工业园区，对不对？他们是工业平均的强大。像老师的家里也是做开工厂的，是不是？当你的工业平均强大的状况之下，那么你的工业、你的那个 GDP 跟你的经济史都是可以稳定的。
但是现在如果你发现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它的工业力不是平均的强大，不是说你今天有办法开工厂，然后就开始盈利的状况就可以强大，那么你的经济就会产生了问题，台湾就产生了问题。为什么？我们第一个电不够，第二个原物料不够，第三个我们市场卖不出去，竞争力不够，我们的成本比别人高。对不对？光台湾跟中国本身来讲，如果只要有一点点的税，那 A 克法如果没有做好，你有一点点的税，你就完蛋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看整个发展状况之下，为什么印度它可以维持到一定的空间？因为它的工业是在蛮平准的低啊，蛮平准的低，蛮平准低也是个优势。各位，你不要小看印度，虽然热，但是呢，它国家可以维持就很简单，它的一般基础工业是平均的低。而且是齐头式，你任何人都可以开出这个工厂，只是你没办法规模化，但是你那个产出的成本是有竞争力的，这个是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但是巴基斯坦就不行，巴基斯坦是军事强，但是本身的百姓，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你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哦，虽然你说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他们再制的一些工业品很厉害，但是实际上它再生的一个能够竞争的商品是少的。而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你本身你原物料有，技术是平均普遍的有。所以你开工厂是每一个人都有公平去开工厂的一个空间，只是说要么你工艺很强，要么你的技术很强啊，要么是你原物料很稳。所以说呢，为什么中国会有很多的预制菜，很多的科技跟狠活，就是在于是说你要取得这些的取得这些原料，虽然是比较不好的事情了，预制菜也不是不好了，就科技跟狠活这事情，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开工厂之后，你有能力去生产到有竞争力的商品。好，至于你喜不喜欢穿预制菜，那是你的事情了。比如说呢，很简单一件事，老师常常跟贵哥讲，萨莉亚也是预制菜，你吃不吃萨莉亚？我吃啊，萨莉亚我也吃啊。它明明就是预制菜嘛，对不对？它也不规避，它本身就没有说它是现炒的，它就是预制菜。这意大利面加个热就可以了，叮一下，丁师傅就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看世界发展其实没有各位想象的难啊，没有那么多的数据要看，就很简单。你本身的工业是不是平均的工业，哦，都可以去发财。还有你的资本集中有没有过度？美国资本就集中了过度，所以说它的经济要好几乎不可能，几乎不可能。日本的成本它现在只剩下那些光薄膜或是一些关键的技术，它还有，但是你其他部分你还能够跟中国或印度去竞争吗？那很困难的，那几乎是没有这个空间的，好不好？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些时间到了，好不好意思哦，今天在这个下礼拜就没什么问题了，下礼拜老师在台湾去直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吗？啊，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没有，好不好？大家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看到我连线的状况是极佳，但是呢，我怎么觉得我看不到各位的问题呢？整个聊天室的画面我都看不到，有什么问题吗？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好不好？然后那个叶哥，我看不到各位的一个聊天画面哈，那老师只能说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看不到画面的真的是，好，大家晚安了，下周见，那下周就没有问题了，好吗？好，感谢曲老师赞助啊，感谢曲老师赞助哦，曲老师，哦，该做的事情赶快去做，大家晚安，大家晚安了，拜拜。